如果这段历史是真的，它几乎像一部悬疑电影。20世纪30年代，一位年轻历史学家和一个神秘研究组织展开了一场寻找圣杯的行动，而这个研究组织后来被证实与当时德国一个极端政权的高层人物有关。他们相信传说中的圣杯可能真的存在。1924年，年仅20岁的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拉恩获得历史学学位。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寻找圣杯的研究之中。传说中的圣杯被认为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杯子。许多历史学家一直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但拉恩却深信不疑。他相信圣杯在历史中幸存了下来，只是等待被重新发现。拉恩认为中世纪史诗帕西法尔中隐藏着关于圣杯位置的线索，于是他踏上了自己的第一次探险之旅，前往法国南部，那里曾是卡塔尔派的根据地。卡塔尔派是一个已经消失的基督教分支。虽然这次探险并没有找到圣杯，但拉恩出版了一本记录这次寻找过程的书。正是这本书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纳粹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希姆莱对神秘学和古代圣物同样充满痴迷。当他读到拉恩的研究后，认为这位年轻学者或许是唯一能够找到圣杯的人。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拉恩忽视了与纳粹合作的危险，在20世纪30年代初加入了纳粹党。随后，党卫队资助了他的新一轮探险，目标依然是法国南部卡塔尔派的遗址，但这一次寻找圣杯依然以失败告终。拉恩再次写下了一本关于这次探险的书。虽然希姆莱对书本身表示赞赏，但他对没有找到圣杯感到极度愤怒。最终，拉恩被调往达豪集中营担任看守。1939年，在辞去纳粹职务后不久，人们在阿尔卑斯山发现了他冻僵的尸体。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悲剧性的自我了结，然而故事并没有随着拉恩的死亡而结束。希姆莱对圣杯的执念依然没有消失，他甚至相信耶稣虽然出生在犹太家庭，但实际上属于所谓的雅利安血统。1940年，希姆莱带着党卫队成员前往西班牙巴塞罗那附近的蒙塞拉特修道院，试图从当地修士口中打听圣杯的下落。他坚信帕西法尔中的线索指向了这里，并不断追问修士们是否知道圣杯的位置，但修士们最终否定了他的理论。离开之前，希姆莱捐款修复了当地的一口井。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他试图影响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让西班牙加入战争阵营的一种方式。最终，纳粹始终没有找到圣杯，而圣杯的真实下落至今仍然是个谜。当然，前提是它真的存在。与此同时，在德国中部的图托堡森林中矗立着一组奇特的巨大砂岩石柱，它们被称为埃克斯特恩石阵。这些岩石高耸入云，在古老的森林中投下长长的阴影。有人认为它们曾是史前天文观测点，也有人相信这里曾是古日耳曼人的神圣之地。1935年，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推动下，一个名为祖先遗产研究所的机构成立。这个组织隶属于当时德国党卫队的体系，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宣传所谓雅利安民族的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这个机构试图通过考古学、人类学以及民俗研究来证明当时政权所宣扬的一些种族理论。不过，后来许多学者指出，这些研究并不完全客观，因为很多结论往往是为了迎合既定意识形态而进行解读。在1935年之后，德国图托堡森林中的一处古老岩石遗址埃克斯特恩石阵逐渐成为这个研究机构重点关注的地点之一。纳粹研究人员认为这里可能曾是古萨克逊人的神圣场所，并把岩石柱解释为象征世界之树的圣柱。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些岩石上的雕刻记录了古萨克逊精神传统被摧毁的故事。萨克逊人以勇敢、独立以及长期抵抗基督教化而闻名，因此在纳粹的叙事中，他们被描绘成所谓雅利安民族的祖先代表。研究机构希望把埃克斯特恩石阵重新塑造成日耳曼精神传统的象征，并借此强化所谓纯正日耳曼血统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在当时被不断宣传，以至于纳粹青年组织甚至会在这里举行活动，并在希特勒生日时唱古萨克逊的赞歌。然而，从现代历史和考古研究来看，埃克斯特恩石阵的真实历史远比这些政治解读复杂得多。这些岩石本身形成于大约7000万年前，远早于任何人类文明。考古证据显示，早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一些游猎人群就曾在这里停留并寻找庇护。
到了公元8至9世纪，一些基督教修士也曾在岩石中开凿洞穴作为居所。不过，关于这个地点在中世纪时期的许多文献记录，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遗失或被毁。目前仍然保存下来的一件重要遗迹是刻在岩石上的一幅浮雕。这幅雕刻描绘的是耶稣从十字架上被放下的场景，通常被认为创作于12世纪左右。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里曾被当作隐士修行的地方，也曾成为一些盗匪的藏身之处。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兴起，人们才重新开始关注这片遗址的古老历史。如今，关于这里与古萨克逊人之间的联系，以及所谓伊尔敏苏尔的传说，大多已经被现代学界否定。直到今天，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新异教信仰者仍然被这些关于古老传统的神秘故事吸引，来到埃克斯特恩石镇寻找所谓的历史象征。而在欧洲的另一片地区，一个更加离奇的故事也正在发生。1936年的夏天，在芬兰与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卡雷利阿森林深处，一支由纳粹研究机构资助的考察队展开了一次特殊的探险。这片偏远的荒野地区长期笼罩在神话与民间传说之中，当地的生活方式似乎停留在古老时代，被许多人认为是保存古代巫术传统的地方。带领这次考察的是埃利亚斯·冯·格伦哈根，一位年轻的芬兰贵族。他对当地流传的巫术与古老仪式非常着迷，这种兴趣引起了当时德国研究机构高层人物的注意。他们认为卡雷利亚可能保存着某些失落的古代知识。格伦哈根的任务是记录当地年长居民所保存的古老咒语、歌谣和仪式，这些传统据说来自他们祖先的异教信仰。他的团队成员还包括一位音乐学家以及一位插画师，三人带着当时一种非常先进的设备——磁带录音机的早期原型磁录机，踏上了这次旅程。他们沿着偏远的村庄前行，在一些几乎与现代世界隔绝的地方，遇到了许多生活方式依然保持古老传统的人。在瑞斯耶尔维附近的森林里，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蒂莫利普萨的老人。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一生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文明，他从未坐过火车，也从未上过学校。在格伦哈根的劝说下，老人唱起了代代相传的古老歌谣。这些歌曲讲述的是关于世界起源的故事，与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中的传说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呼应。团队成员认真记录下每一段旋律和每一句歌词，在他们看来，这些歌声不仅仅是民间传说，更像是来自遥远过去的一种回声。然而，这次旅程中最神秘的人物是一位住在萨拉米附近森林中的老妇人，她名叫米拉库，是当地人称为女巫的人物。当格伦哈根第一次听到关于她的故事时，许多村民都劝他不要接近她，但他依然坚持前去寻找。当他们终于找到她时，这位92岁的老妇人正在森林里采蘑菇，她瘦弱的身影似乎已经与这片森林融为一体。更令人惊讶的是，她见到格伦哈根时，竟然说自己3天前就梦见了他的到来，并知道他是来寻找某些秘密的。在一番劝说之后，这位老妇人同意进行一次古老的仪式，召唤祖先的灵魂。格伦哈根的团队把整个过程都用录音设备记录了下来，但当录音播放出来时，那位老妇人显得十分震惊。她认为把这些神圣的咒语记录下来是一种不可原谅的亵渎行为。在她看来，这样的行为会夺走她的魔力，也会让这些古老的力量逐渐消失。当这些材料被带回柏林时，相关研究机构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一些人相信卡雷利亚地区保存的古老传统或许能被解读为某种古代智慧。而就在几年后，一场更加离奇的考察行动又在另一片遥远的土地上展开。1939年1月的一个寒冷清晨，5名来自欧洲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西藏的拉萨城。他们穿着西式服装，在当地充满色彩的街道中显得格外醒目。队伍的领头人是探险家恩斯特·舍费尔，他们拜访当地官员，与民众交流，看起来像是一支普通的考察队，但实际上这支队伍背后得到了德国研究机构的支持。舍费尔与德国方面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作为一名热衷于探险的科学家，他原本只对自然科学和地理研究感兴趣，然而他的研究计划得到了当时德国研究机构的资助，这使得他开始与这些机构合作。这次前往西藏的行动在表面上被描述为一次科学考察，团队的任务包括研究当地的动植物、记录文化传统以及进行人类学调查。然而在学术研究的表面之下，这次行动还带有另外一些目的。一些当时流行的理论认为，
西藏可能与某些古老民族的起源有关，因此团队被要求收集大量人类学资料，包括测量当地人的身体数据、制作面部模型等，以便进行所谓的种族研究。除此之外，这次考察也带有一定的地缘政治考虑。西藏位于亚洲的重要位置，当时的德国研究机构认为这一地区在未来可能具有战略意义。最初，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对这次考察持怀疑态度，并试图阻止他们进入相关地区，但通过一系列外交与行政协调，舍费尔和他的团队最终在1938年进入了当时的中国西藏地区。在接下来的1年中，这支队伍在西藏和周边地区进行调查，记录他们所见到的一切。他们特别注意到当地文化中广泛使用一种象征吉祥的符号——万字符。这个符号在西藏文化中原本代表幸运与祝福，但在当时的欧洲已经被某些政治力量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当这支考察队在1939年返回德国时，他们带回了大量标本、测量数据以及绘图记录。舍费尔将这些成果提交给相关研究机构，有人甚至提出新的计划，希望再次派遣队伍前往西藏，并尝试在当地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不过，由于战争局势的发展，这些计划最终没有实现。舍费尔后来在研究机构中获得了自己的部门，继续从事相关研究。与此同时，在南美洲的安第斯高原，另一位德国研究者也在进行一项充满争议的调查。1928年，一位名叫埃德蒙德·基斯的德国人来到玻利维亚的蒂亚瓦纳科遗址。这位身材高大、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德国人并不是普通旅行者，他来到这里是为了验证一种自己深信不疑的理论。蒂亚瓦纳科遗址拥有巨大的石块和复杂的雕刻，数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探险者。遗址中散落着许多巨大的石块，有些重量甚至超过400吨，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留下的遗迹。在基斯看来，这些遗址可能证明一种被称为世界冰理论的观点，这是一种后来被认为缺乏科学依据的理论，认为地球曾经历过巨大的灾难性事件，例如彗星或其他天体撞击，从而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来到南美洲的1年前，基斯已经成为奥地利工程师汉斯·赫尔比格提出的世界冰理论的坚定支持者。他相信人类历史中的许多巨大变化都是由宇宙灾难造成的。为了寻找证据，他联系了居住在玻利维亚的奥地利研究者阿图尔·波兹南斯基。波兹南斯基长期研究蒂亚瓦纳科遗址，并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他认为这座城市并非由当地文明建造，而是来自遥远西方的神秘民族所建，年代可能可以追溯到17000年前。这一时间推断主要来自他对遗址天文排列的解释。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基斯带着极大的兴趣前往蒂亚瓦纳科。这次旅行的资金甚至来自他在一次写作比赛中获得的奖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研究。他绘制平面图，记录石雕，并反复分析建筑结构。其中一件文物尤其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座雕刻的人头石像。基斯认为这个雕像具有明显的北欧人特征，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关于所谓北方民族起源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认为遗址中的一些建筑细节带有欧洲风格，例如某些门洞结构以及类似希腊十字的符号。在他的解释中，这些特征似乎说明蒂亚瓦纳科可能是某些远古移民建立的城市。他特别关注太阳之门这座著名石门。此前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古代历法装置。基斯则提出自己的解释，石门上的图案可能代表一种特殊历法，其中一年包含12个月，每个月24或25天，而一天则有30个小时。在他看来，这种奇特的时间体系可以用来支持世界冰理论。他甚至认为蒂亚瓦纳科的年代可能远远超过传统考古学的判断，甚至可能是在完全不同的天文环境下建造的。这些观点很快被一些当时的报刊报道出来，并被用于支持某些意识形态叙事。在相关机构的支持下，基斯计划在1938年再次组织一次探险，重返蒂亚瓦纳科进行进一步研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计划。随着战争结束以及纳粹政权的崩溃，这些理论逐渐被学界边缘化，最终被归入历史中的争议观点。那么，在这些奇怪的探索故事中，你觉得哪一种最离奇？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